迎回来，新闻大白话。我们看一下美国刚刚出现了一个新的这个意外状况哦，就是它油罐车烧到这个桥都被烧垮了。这是美国的洲际公路哦，断了一截。这个状况在美国的东岸哦，是这个95号洲际公路宾州费城的高架路段严重坍塌，桥下一辆这个载运汽车的油罐车在桥下起火，造成这个公路的北向路段其中一段是完全的塌陷，南向路段现在结构也不安全哦，所以赶快的美国的这个当局政府哦就封闭了这受损的路段，预计大概要耗数个月来重建。那95号洲际公路哦，用美国东北走廊之称哦，是美国东岸一条相当繁忙的南北向的重要的道路，所以它11号崩塌的路段，其实大概算一算，平均每天的车流量大概16万辆车，北向路段超过7.6万辆车，南向路段超过了8.3万辆车，所以其实是非常繁忙的路段。这样子坍塌之后，这接下来这个道路交通该如何是好？白宫的发言人尚皮也讲说，现在原因还在调查当中哦，已经指示联邦政府跟州和地方官员来协助。那可是呢，反过来讲，这个目前如果要靠自己基建的一些工具的话，这样的修补或者是要重建的话，这个路会不会更长啊？因为在今年的2月份的时候，当时有新闻报道，拜登说啊，接下来我们这些基础建设啊，通通都要用国产机具来翻新道路，也就是说美国制的哦。可是呢，现在看起来似乎这个产业不太买单，就是说你这样子要刺激产业，似乎有点太过急躁，因为大部分都还是依赖中国大陆的一些工具机。那如果说你接下来要重建这些基建的话，你没有工具机你怎么建啊？所以恐怕这个洲际公路真做得完吗？恐怕要拖很久时间。另外，美国的大选哦，现在看起来要一场混乱，因为川普讲说，就算这个起诉书就算我被定罪，我也不会退选。明年的大选是对决贪腐和当权派的最后一战，被检方起诉以及又一次问鼎白宫宝座，都是这个决战的一环哦。因为这些建制派是冲着各位，就是对美国的民众讲说，冲着你们而来，我只是拦路虎，就把自己的这个角色给讲明白了。所以他讲说，现在呢，这个被控这个提诉讼其实他说是拜登的政治动机哦。他呢说，这股力量比起大陆、俄罗斯、朝鲜、伊朗加在一起都来得更烂啊，就把拜登形容成这个比邪恶更邪恶啊。因为拜登以前都讲说这几个国家很邪恶，那你比他们更邪恶，这是川普说的话。所以他讲说，他一直想要把对手送进监狱，特别是最具竞争力的对手，也就是说他自己啊。那看起来川普现在37个罪恐怕要面临100年的监禁哦。那这个也很长啊。那这是首位遭到美国联邦政府起诉的前总统，所以包含川普在内的多方认为，这可能是美国正历经严重衰落，成为政治上未开发国家的一个象征哦。所以美国的保守派讲说，这真的是太疯狂了，拜登是整起事件的幕后黑手。那我们看看《华尔街日报》的社论他讲说，拜登政府对川普的起诉令人担忧，这是美国史上第一次这样子把这个总统对手这样的起诉权用在总统对手上，然后白宫打破了这个权力封印。那另外，美国不放手霸权，硬要插手现在俄乌战争川普也吐槽说，现在看起来我们没有任何的弹药啦，因为呢，我担任总统这个期间其实有很多弹药，但是现在美国已经没有弹药可以保护自己了呀。他就讲说，拜登实在援助了太多，而且北溪案件现在看起来美国又在甩锅啊。上个星期我们讲，美国说是乌克兰，在更久之前他讲说是俄罗斯，反正讲来讲去他现在一直在换对象，现在又变成是波兰所以从德国查到波兰，现在北溪事件是越搅越混看起来总之就不是美国做的事情，他一直在甩锅嘛。同时现在德国自己也在展开一些相关的调查那美国媒体在讲说，波兰呢可能会被用作这个北溪管道破坏的行动基地这是美国的报道这样讲说这是有证据显示出来，就是波兰在动的手。所以波兰就表示我跟北溪根本没有关系你真的不要把我给扯进来这是波兰的情报部门的发言人讲说，我们跟北溪事件无关。所以美国全力在避嫌，德国、比利时、波兰乌克兰全部都是甩锅对象，但是美国自己不是。我们来问一下亮哥怎么看？这个川普最近又被起诉了这有关他那个把机密文件带回家的事这个他会不断的被要求开庭那他也不能够都不去了这个事实上
对川普阵营来讲，就是一种政治纠缠的选举了啊。那川普如果当选，还是没事，因为刑事豁免，你要等他那个卸任之后才能执行啊。那这个要在这个选前要定验，我觉得不可能。所以基本上就是属于那个司法的攻防之中了啊。我认为连一审可能也只有部分案件可以有一审的结果。那川普你也知道，他一定是一直说那个民主党司法迫害啊。不过你也可以从这边去想，川普会有什么反应啊？他一定更激进。那川粉一定更无理性啊。所以几乎可以预言，美国就是明年一定是一片大乱而且川普激进化之后 ，DeSantis 也不敢跟他对干啊，你知道吧？为什么呢？因为你去想一想啊，对 DeSantis 来讲，我才44岁啊，我现在惹毛了川粉，我以后怎么选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共和党真的就陷入一个好像被川普绑架的那个味道了那。可是我跟你讲啊，那个共和党还有川普的始终者非常之多了，那他们一定会认定就是拜登知道自己选不上所以用这种手法来对付他了，实际上也包括上次那个纽约那个起诉他跟那个用13万美元结掉的那个叫人家闭嘴封口费那个，他们也觉得这个超没水准啊！你现在在对付川普，要么就是用那个泄露什么机密文件，要么就封口费要么就是逃漏税，这听起来都很低级，你知道吗？你怎么不去起诉人家乌克兰俄罗斯看他有没有叛国找不到证据或者说你去搞他俄罗斯，他就来搞你乌克兰。因为拜登的儿子在乌克兰也有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所以这真的是美国政治。坦白讲，我研究美国政治研究这么久没有看过如此连续剧，如此水平的这个美国总统大选，变成影剧系了。这真的太可怕了！怎么总统选举选成这样而且现在又是网络的时代，又大数据的时代，所以说双方又会投非常大的金额这个选举都是100亿美元以上的钱双边都是一定的，因为大数据很花钱的，他要每天计算，要去看民意的流动，所以双方都会花非常多的钱那坦白讲，也没有第三个人可以是挑战者，那就很悲哀就是美国人又要担心拜登万一连任，那2024年就已经82岁，82到86可以不出事，大概每天大家祈祷吧。那如果川普获胜，他本身还带着刑事豁免，那他的正当性就是有伤害的。所以你去想一想，这两个人能够得到的民意的支持，我认为都不会太高了。那就使得注定美国跟中国继续竞争的过程当中，它本身就是一个分裂的。那非常容易诉诸民粹对抗的这样的一个政府的状态了。那未来的6年内几乎都是如此。好，来问赖老师。拜登上来，他很在乎的就是他的基础建设他的教育啦、社会资源的投资。对于现在他来说，那刚好又发生这么一个洲际的公路瘫痪的一个事件，可是又凸显出他把自己的手脚绑住的这个困境。也就是说，一定要卖美国货，所以你联邦政府的所有的采购案，还有基础建设案，一定要美国货。那你既然自己定了这样的一个规定，然后你也颁行了，然后你也开始在推动了，结果呢，你却发现你寸步难行，把自己的手脚绑死了。我觉得这个绑死对拜登并不利，因为他的1兆多美元的基础建设，一切都要用美国的东西的话，我觉得他推不动。那这个事件其实就更加凸显了，为什么会形成一个国际间甚至美国都在讨论的事情，就是当然除了这条公路很重要以外的话，那大家在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要多少久时间修护？然后接着就问说，那你在修护的期间里面有没有什么问题？接着马上就出现了，它的所有的基础建设的机具，尤其大型的机具，都要向中国大陆采购。那一旦不能采购，你本身也找不到替代品的话，你等于是再往后延，再往后延，又凸显出它不能够如期完工的这个困境。
我觉得拜登的政府把自己绑住以后啊，他如果要解开，真的要赶快自己要想清楚了。川普当然一定会利用这个机会啊，把它形成一个非常严肃的一个政治迫害。到最后如果真的还只剩下拜登跟川普两个人在竞选，我个人的推估啦，这个对于拜登的胜面就很低了，川普的胜面就很高。原因在哪里？原因就是因为上一届的选举这两个人选，然后多少对拜登还是有期待，也就是说他还没有执政，那他执政以后，大家会有想象力，所以有期待，所以最后拜登赢了，但是他赢的也很诡异了，因为目前来讲票数啦、争议的问题也很严重。好，但是再怎么样有想象力、有期待，可是他执政了这几年以后，想象瓦解了，就幻灭了，幻灭了，期待不见了。然后只担心说他会不会任内走了，或者是担心说他会不会又碰到外星人，会不会又碰到这个平行时空的一个转换，所以使大家感觉到那种恐惧、忧虑、害怕、担忧，但是毫无期待。那你想对比这个川普来说的话，那我觉得川普的胜面确实比较大。我的推断啦，如果最后这两个人选我估计票数那个投票率会可能创历史新低，然后川普还是稳稳的就赢了拜登，投票率很低，会很低我估计会低到，因为大家都不知道该。很多美国人觉得怎么没有选择啊？很悲哀，这个制度。我帮你直接说了哈，我个人认为川普会胜，一定会胜啊，因为川普本身呢，他就等这个机会，大家首先要了解啊，因为美国这个国家有号称是自由经济嘛，他现在完全用政治主导经济啊，弄得基础建设就很差，大家都怨声四起啊，这个可以说是毫无疑问。但是因为这个川普本身每一次被这个 charge 一次，因为那个封口费钱都付过了，还要再搞一次啊，所以说呢就是很荒唐。这个川普他在海湖山庄里面查出来的那个美国机密文件的时候，一旦被起诉，一旦准备像今天就是美国了，美国礼拜二就是明天要出庭的时候，对，众议员的议长那个处处不合作的麦卡锡马上跳出来支持他，啊，这个是共和党右派分子的大整合，那这个本身代表的含义的话，对川普来讲就是火越烧越旺啊。川普甚至讲说，带着手镣脚铐，他都要走进白宫当这个总统。不是学陈水扁？对，不是那个不一样。陈水扁是真的被扣起来，他都是自己加上去的。当然，我跟你讲啊，这个川普实在是会选举，因为到目前为止，本来他刚开始提出来的时候啊，大家以为他的希望不大，因为大家对于他干的事感觉受不了。但是美国这一次那个红脖子啊，这个基本上来讲的话呢，就是只有那种善恶啊、是非啊。你们看到川普这里面讲的话跟圣经布道差不多啊，就是说我是站出来对抗魔鬼啊，就是我认可的话呢，哇，这种话讲起来实在是让人血脉喷张啊。就是说川普的支持者的团结度会因为这几件事件就越搞越大，因为川普接下来案子非常多啊，好几项事情啊，连那个去年2020年的1月6号的事情，对不对？围堵那个国会山庄的事情，每个弄起来的话呢，他都要被审一次。美国的政治走到今天这个地步，说句良心话，美国那时间搞国际政治啊，还搞中美关系啊，难怪那个孙小雅回来讲说算了，美国，我跟你讲，过2天美国自己说我们承认9·2共识啊，那看你民进党怎么办啊？因为美国现在自己的问题是国内的左右两派的问题啊。白左的问题，拜登拼命讨好白左，你光看那个发言人就讨好白左。然后右派的问题的话，想到这是一个天使大战魔鬼的过程。那美国的政治现在搞到国内的问题到这种地步，然后所以说现在的话呢，整个目前为止，美国对于那个俄罗斯跟乌克兰的冲突，这个是举棋不定啊。现在的话呢，口气小多了，最近讲了一大堆，提供21亿。你记得刚开始的时候，开口闭口都几百亿，现在慢慢消减当中。他现在是，如果一旦结束，这大家要了解，美国现在的拜登总统，除了意志力很强以外，体力真的不行了。海军官校的演讲摔了个狗吃屎，头朝前了。那个医生一看就知道，这个脑袋就是平衡系统有问题啊。那这样子还在那边坚持选总统，那这个问题非常严重。美国一想到为了未来，大概要把票投给这个川普。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州马上回来。
好，现在越来越多的这个世界上各个国家都希望积极的跟中国大陆有所接触啊，那当然也包含了这个才跟台湾断交的洪都拉斯哦，他现在目前总统也是到达了北京，那我们看到北京这边也是大阵仗的欢迎他哦，包含了有3军的仪仗队也在这个机场列队来欢迎。那这一位这个总统卡斯楚呢，他是预计在6月9号到6月14号这一段期间在中国大陆进行访问，那所以他们这个驻陆使馆也揭牌了。今天据传这个卡斯楚也会跟习近平见上一面。那我们看秦刚他的讲法是说啊，这个卡斯楚对陆进行国事访问，那中国大陆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也会举行这个相关的会晤，来引领双边关系迈上新的高度。那外电也引述这个卡斯楚的秘书，他讲说，这卡斯楚在12号跟习近平的见面，讨论的就是要加强这个双边的关系哦。那甚至他的经济部长也吐了真言，讲什么呢？讲说预计中洪将要签署贸易备忘录，这也是两国合作关系的起始点和框架。因为呢，过去由于这个中洪两国过去没有建交，所以对华出口咖啡啊、虾啊这些产品啊，都必须要经过台湾转移到手哦。那接下来不需要台湾当中间商了，可以更直接、更快速的直接跟中国大陆做生意哦。所以这可能也是这个洪都拉斯决定要跟中方建交的一大原因。那再来我们看一下沙国跟中国的经贸关系哦。现在目前这个中沙签署了巨额的投资协议哦。这个中阿两国呢，他们的合作论坛的第一天就签署了100亿美元的这样相关协议哦，甚至包含了像是电动车的制造商啊，还有这个华人运通签署备忘录，预计有大概56亿美元来合资成立一个企业。沙国就讲说，中国是阿拉伯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哦，所以他们将会恢复“一带一路”的合作计划。沙国的投资部长讲说，因为现在目前沙国的区域内最大的市场，而且是为这个全球第2大经济体，中国进入沙烏地阿拉伯的这个市场之门户，2022年中国大陆跟沙国的这个各项贸易也高达了4300亿美元，其中沙国的比例最高，是占了25%，所以就要恢复这样“一带一路”的相关计划，也要采用像是科技啊，提升新世代这个国民技能这些方面都来做一些相关的经济发展提升。那再来，沙国现在是无视西方的警告，因为西方很紧张啊，就说你不要跟中国做朋友啊。那可是沙国不理啊，沙国的能源部长讲说，我们不会理会，没有理由这个西方国家所谓的国家安全这些警告，我们不会去理会。作为一个商界人士，不会忽视投资的机遇，所以会积极争取跟这个陆方的合作发展相关的产品。所以看起来这个布林肯不是匆匆去了一趟吗？真的是被人家形容去了个寂寞啊，都没有人要理他哦，沙国也不理他。那再来看一下欧洲的反思哦。中东现在觉醒，欧洲反思，所以美国的外交呈现一种分崩离析的状态哦。昔日美国都是要指挥别人啊，运用胡萝卜加大棒啊，软硬兼施。可是现在中东国家也不太甩他，欧洲国家同样也开始要走自己的路哦。非洲的媒体就讲说，欧洲不应该成为美国的棋子，连非洲都来教欧洲了。他讲说，这个欧洲的当务之急啊，应该是重新评估中美关系中的优先目标啊。欧洲你可以开辟一条保障自身繁荣的道路，同时避免成为你这个意识形态中的棋子。连港媒都讲说，其实很多重要的成员都在提醒欧盟没有兴趣像美国那样对待中国采取狂热的态度啊。就像这个冯德莱恩准备公布现在对华经济关系去风险的战略之际很多欧盟的国家都在讲说，小心我们不要去仿效美国这种狂热的做法因为我们不要去当棋子，我们也不要这个被美国给利用啦。就像俄乌战争之后，这个欧洲真的是这个经济被牺牲了。所以美国的私募巨头他们讲说，中国始终是头号的投资目的地。看看《金融时报》讲，尽管北京跟华盛顿的冲突但是呢，始终对于很多这个西方集团呢，他们还是觉得说，北京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投资目的地。那所以连这个私募投资的这个总裁他要讲说，我认为在中国大陆存在着巨大的投资赚钱的机会啊。那首先我们来问一下亮哥怎么看？这个布林肯去沙烏地阿拉伯不是去了个寂寞是去了个屈辱跟你讲比寂寞更惨。这个小萨勒曼真的很不给他面子，他去当天就伊朗大使馆开幕，重开，
然后呢，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访问沙特阿拉伯，对啊，这个也是美国最讨厌的人啊。那还不止这样，他是很过分，因为那个布林肯去就是希望还是能够掌握全球的油价定价权嘛。最后他还当了他的面打电话给普京啊，说我们合作愉快啊。我讲白了，根本就没把你看在眼里。说实在，后面也不放美国旗。这个就是不啦，我觉得布林肯讲白，我这里事实上还躲了一个大背景啊。布林肯为什么急着去？他当然想要主导油价定价权嘛，他也不希望沙特阿拉伯一面倒向中国跟俄罗斯啊。可是还有一个大背景，就是伊朗突然放话要跟中东地区一些国家，还有巴基斯坦、印度要搞一个新海军联盟啊，要去共同巡逻波斯湾跟印度洋。我靠，你这是干嘛？那你把我第5舰队甩在哪里啊？这个很大的新闻啊，所以美国也觉得莫名其妙，说，你们不是3月10号伊朗跟沙特阿拉伯才刚和解吗？怎么一下到6月10号就进展到军事合作了？这个美国还写文章啊，说这个 beyond reason 啊，让他们没有办法想象啊，所以他们严重怀疑是中国大陆在背后撮合了。不，真的是这样，因为美国人没有办法想象说怎么会变局这么快，怎么快成这个样子。你只是互设大使馆，然后叙利亚阿塞德总统也来访问啊，然后也门开始停战，就那个外溢效应到这里，美国还可以理解。可是，一下到这个海军也要联盟，这个已经超乎想象了啦。所以布林肯真是吓呆了，因为他这个事情如果没有处理好，你这国务卿就是干假的嘛。你等于是在中东地区大输啊。所以这个美国人叫你下台是刚好而已啊。所以他才传出一个新闻嘛，说，去了中东之后就要去中国啊，那就是急着要得分啦，讲白了啦，所以你这里真的是输太多了啦，输到我不好意思讲那3个字啦，因为我们常常会说某人输到怎样怎样怎样，脱掉什么这样。对，我就不讲那么难听了啊。所以总之啊，就是各地都有觉醒的声音在出现。简单讲叫独立自主啦。而且我还看到一个新的新闻，那个印尼啊，现在是东南亚的轮值主席国啊，他的总司令出来讲说，9月东协要第一次单独展开海军联合演习，没有美国参加啊，这是2战之后第一次，2战之后第一次啊。你看嘛，中东地区人家也要自己搞个海军联盟，东南亚也要自己展开演习。那你把我美国放哪里啊？所以你看他是不是这个不是去了个寂寞啊？去哪里都寂寞。应该是去了个屈辱啊，真的是有点屈辱。好，来问赖老师。我再回答一下那个亮亮所提出来的啊。第一个就是中东地区为什么要组织8国的海洋联军啊，海湾联军？你第5舰队在那边莫名其妙的去执迷美国人自己定的法，你去扣押这个伊朗的油轮，那伊朗反扣押这个其他国家的油轮，这个造成海湾国家的不稳定嘛，所以你第5舰队在那个地方造成不稳定，那所以他们自己这个相关的国家自己组联合海军来维持这个整个海域的这个社会秩序海洋秩序，就把美国的第5舰队排除在外了。为什么？因为他是在那个地方的一个秩序的规则的破坏者。那为什么东盟自己要办一个联合海洋演练？第7舰队在南海不断的造乱嘛，然后不断的去抵近中国大陆的边界的时候，那当然两边就可能会发生冲突。那对东盟的国家来讲，他们不要选边站，所以他们不欢迎你美国第7舰队，他们只欢迎域内的国家，那也就是这个南海共同行为宣言到南海共同行为准则10+1，也就是这10个国家加中国，因为中国是域内国家嘛，大家在这个地方维持这个海洋的秩序，那美国的第7舰队就赶出去了。所以我觉得目前来讲，整个趋势是朝这个方向在走啊。我回答一下，我觉得我看一下洪都拉斯，我觉得洪都拉斯这次是大阵仗，带了庞大的代表团，从上海一直到北京，这个会有示范效尤。
这会对于这个拉丁美洲、中美洲跟南美洲，像巴拉圭等这些国家会产生很大的吸引力。所以这些国家这个跟中国大陆建交、跟台湾结束关系的可能性会上升。然后对南太平洋的岛国来讲，美国可能要投下更多的钱，不然的话美国买不下来了，因为这些国家会开始转向往中国大陆的方向的移动。所以我觉得巴拉圭洪都拉斯这一次这么大阵仗的因为今天要宣布，今天大概在没几个小时因为这个习近平就跟这个卡斯楚已经要会面了，就在今天，纽西兰的总理宣布，他在这个月的月底要带着庞大的访问团到中国大陆、到北京、到上海等地方去进行多地的一个访问。这个就是双方的关系一直稳定，而且他还一直在强调说，我们纽西兰我们顶住了，也就是说当时美国给他们很多的压力，但是他们顶住了，所以他今天跟中国大陆能够有这么好的关系，主要就是因为他们顶住了，而澳大利亚没有。这潜台词就是澳大利亚你左右摇摆，结果你自己倒霉嘛。那我纽西兰我们做对了。所以我这个执政党应该要继续连任这个意思。所以我觉得这一次到中国大陆来访问，他们的合作计划会再往前走沙烏地阿拉伯最有趣了，沙烏地阿拉伯这位石油大臣也好，商务部长也好，他说美国人的关切我不在乎我无视，我看不见，我也不在乎，我也不理他。然后你看这一次，因为这是2天的一个会议这个招商会是2天，第一天就是100亿美元的大订单就已经签下来了，而且呢，他们的做法就是大陆的资本家到沙烏地阿拉伯去投资，沙烏地阿拉伯的资本家到中国大陆去投资是相互插股，相互插股，然后领域很多，它不只是石油的领域，还包括炼油包括提炼，包括金融，包括科技，而且这一次的这个招商的盛会3000多人参加，我们看到这个胡春华带的这个庞大的这个投资团到中东地区去，我觉得中国大陆跟沙特跟海湾国家彼此之间的商贸关系一直在往上走了。好，岳老师，这个我稍微解释一下这个刚刚这个亮哥提到那个 Beyond Reason， 就是超越理性的理解从这个3月份，就跟大家回溯一下，这个2月份的时候是布林肯自己不要去，为了气球的关系，就本来要访华就不要去了，不要去了，或者到今天为止，等于是说接受了某种程度的不待见了，人家会觉得说他是始作俑者吧，反正任何事情都是他制造出来的麻烦。3月份的时候，马上一个大巴掌，就是说那个是有一点超越我的理解，就是说是在北京那这个沙烏地阿拉伯跟这个伊朗和解这个什叶派跟逊尼派的和解，上千年的仇恨和解以后。但是我跟大家讲，为什么到最近的话呢，出现一个这种不可以理解，事实上是可以理解，出现一件事情，他们的2国彼此在对仗这么10几年来，我们之间发生的冲突的话，到底哪一个是你干，哪一个是我干的？后来发现2个人都没干，对后来发现这里面包含也门在内的一大堆问题，所以说他们马上开了一个情报对账，情报对账了，这有一个专门的名词了，这是第一个，就是说情报对账以后呢，发觉我们之间的仇恨完全是顺应了别人的想法制造出来的。然后这个时候的话呢，把所有阿拉伯国家全部拉在一起。说句良心话，沙烏地阿拉伯本来来讲的话呢，就是回教地区圣地的负责人，他的这个颜面损失以及他的信用损失都非常大。这一次借着机会维修起来。那他讲的另外一个重点非常好理解，就是说在商言商因为人家的石油本身是个商品人家做任何事情的话呢，所以说这边所有的国家，包含了什么欧洲、非洲什么，通通都是，包含洪都拉斯也是一样。人家哪里能赚钱，哪里能够维持能够赚钱，哪里才需要这种我们维持外交关系，维持我们的邦交关系，而不是政治。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一个就是有关于这种政治上的这种同盟吧也好，就是基本上要能够一起共同富裕。然后另外一个话呢，在经济上的话呢，要能够达到发展，要跟大陆做生意。因为我自己我有时候常常在想，全世界各地来讲的话呢，只有大陆的政策完全是调整为朝向你能够发财的方向来前进。我必须强调，首先第一点，全世界经济都不景气，很少有国家很景气的。但是欧美国家更惨，大陆本身来讲，你只要提得出办法，他就有办法要解决。因为什么呢？因为他讲话算话，而且他自己的执行效率非常高，非常有效率。在这2种条件的集结之下的话，那欧美人士包含美国人自己的大资本家他们的投资方向
还是以大陆为主啊。你就是可以看得到大陆本身在消费的市场，虽然我不能够讲疫情之后马上恢复，但是在逐步恢复。好，两岸不对话很久啊，但是在这个星期六终于是对话了。透过什么样的方式呢？蔡英文跟解放军通上话啦，那这个也算是两岸有一点交流了。我们来听听。是总统上位到上校。请确认空战战备执行情况。人家已经讲了，对，所以蔡英文尴尬了几秒钟，让我也想起我还没介绍来宾，所以先来欢迎一下耶鲁政治学博士、文化大学副教授郭正亮，大家平安。国际事务专家赖岳谦，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台大哲学系教授苑举正。翟轩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好，所以这个尴尬的场景哦，我们继续来看一下。他这个空军司令部是讲说，当时蔡英文是以这个战备专线电话与飞弹部队来通联哦。那解放军采的是国际紧急开放的频率广播，两者是通话系统不同哦，所以说蔡英文没有受到相关的影响。那这个马上承继人跳出来讲说，这显示我们这个国军在捍卫空防的时候，每日所面对到了各种样的这种挑战啊。但是呢，昨天其实我们制作单位有真的打电话去问一下，首先打去了总统府总统府说由国防部统一回应，然后又打去了国防部，国防部就说由空军司令部回应，然后又打去了空军司令部，他就说尚在跟国防部同步确认新闻稿，所以3个单位踢来踢去啊，终于到了昨天的晚间定调了，就是空军司令部回应的这样的这是专线2个通话不同啊，所以蔡英文没有受到影响但是人家也讲说哇，这是一个难得的两岸的对话所以被揶揄成这个样子了。再来我们看一下这个孙小养在上这个李四端端哥的大云食堂的网络节目的时候，有提到说台湾的3位这个总统参选人愿与大陆对话，美国是支持的。那这个感觉好像跟我们台湾的立场目前执政党立场、民进党立场不同啊，因为任何要交流的陆委会都说不可以，是不是美国爸爸打脸了民进党呢？我们来看看孙小雅的讲法。他说，美国正在寻求和中国对话交流，不会阻止其他有意愿这样做的人，也欢迎台湾的总统参选人能够与中国的官员有更多的接触，也希望美国领导人和北京政府能够更进一步交流。这句话是在替拜登讲嘛？顺便喊话一下，因为最近都交流不了啊。那再来，还有他讲到沟通以及拥有沟通管道是很重要的我们绝对会支持。总体来说，沟通是好的，所以呢，这美国都很积极的，还是想要保持跟大陆的沟通。反倒我们台湾很硬气啊，必须得要用这样子不同的频道的插播的方式，才有机会通得上话那他讲到美国跟台湾政府不论如何变化，美国对台湾的支持都不会动摇。另外呢，我们看看陆委会的讲法是什么呢？他讲说我们始终主张不设前提的往来。他讲的意思是说都是大陆设前提，我们才阻止你们往来的呀。政府始终主张两岸不该预设前提基于和平对等民主对话的原则来进行互动往来。那再来看看现在民进党跟美国的做法好像也不太相同你看布林肯很想要赶快去访华可是民进党现在陷入到了这种战略的被动因为他既不避险也不避战放弃战略，主动陷入了被动的困境。这其实是一个最无能、最不负责任的做法。反倒你看布林肯3番2次一直希望能够去跟中国大陆有所沟通，但是我们现在台海危险是不是只能靠自己这个今天解放军攻台的这个战略现行了，说这个是南北陆的这种前行风控将会穿越这个巴士海峡，还有宫古海峡、台湾海峡，能够展现出控制1岛3峡的能力，也就是控管台湾、这个宫古、巴士这3个海峡，未来可能会有更多类似的行动。你看有包含了17架的军机穿过了这个宫古海峡，37架次的军机穿过巴士海峡，那台湾海峡更不用说了呀。所以看起来在目前这个台海是由这个解放军全权的掌控局面嘛。那再来，韩国的媒体驻日的特派讲说，台湾如果遭到并吞的话，
中方会突破第一岛链，危及到日韩哦。因为现在美国已经退到了第二岛链啦，将会对于日韩产生巨大的影响。其实这就是美国的目的啊。美国现在就是由日韩你们来负责第一岛链嘛，那包含台湾也是被并在说，第一岛链你要加强，你要自己当这个刺猬岛，所以呢，我就不会来帮忙你了。那如果真的到了第一岛链变成了战场的话，美国它就是在它的第二岛链啊。那另外我们来看一下，日本现在也计划在这个钓鱼台部署2000公里的反舰飞弹哦。那说要加强这种长程反舰巡弋的飞弹的研发计划，说是要阻止中方在第一岛链的军事压力。那大陆的学者在讲，其实美国你在台海这边犯的错，反而加速了统一的时程哦。现在在台海上面很多的错误，包含可能之前的裴洛西访台的事件哦，那这些错误都让这个大陆推进了统一时程，然后变成一个新的机会。所以现在难怪有很多大陆的武统派在喊说要赖清德当选，因为赖促统是现在他们喊出来的一个新的口号哦。那中国大陆的军费究竟有多高呢？美国参议员说推法案要国防情报局现在查清楚，因为包含这个中国这个国防建设的真实状况的这种掌握度，他们说要有一个全面的报告，才能知道中方现在到底军力有多厉害。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亮哥怎么看？我觉得孙小雅那个意思啊，大概他在重塑美国的基本定位啦。事实上，美国的本来的基本定位是反对武统，然后不支持台独嘛，那这一个定调会不会随着布林肯去大陆做修正现在大家都在观察啊。这个意思就是说，美国会不会把不支持台独变成反对台独啊？那除了这个之外，他本来就希望两岸能够和平交流啊，这美国从来没有反对过啊。所以马英九去签23项协议，美国也是支持的啊。那外交这种东西是成果决定啊，你嘴巴吹牛都没用啊。比如说你吹牛说我备战啊，所以我可以避战，但是到时候你才知道了，看备战能不能避战嘛。乌克兰备战了8年还是照打，对不对？是。所以重点是你还要有磨合的努力嘛。那磨合就是结果论啊，就你们真的有见到面吗？那蔡英文接到解放军空军的电话，这不算接触了。那你坚持没有前提的那个互动，这是你自己讲的嘛，你自嗨而已啊。因为你这个立场人家不接受嘛。对。所以总之就是两岸的接触没有发生嘛。所以你看现在他实际上在做什么？就是大陆开放台湾的旅游团去大陆，我们台湾还是拒绝啊。因为我们台湾说大陆旅游团也要来台湾，为什么台湾一定要这样坚持？因为他希望海基海协能够碰面嘛。就他现在千方百计就是希望能够让两岸的既有的机构能够碰上面嘛。那大陆不要跟你碰嘛。对。大陆就说，如果是民生的、事务性的，我们各自开放啊，不需要碰啊。那他为什么一定要碰？因为他就是要对外宣传说，你看我们有9·2共识，照样碰面嘛。那大陆不要配合你嘛。对。可是你没有配合，国际上就不会认为你们有对话跟交流嘛。所以孙小雅这句话实际上是很清楚的，他是在跟大家讲说，你民进党政府执政的7年两岸就断了嘛，对话跟交流就停了嘛，这个就是一个事实啊。然后你还在那边狡辩说，有啊，我主张对话跟交流啊，只是不要前提啊，你就自己去嗨吧，你嗨到民国200年，你还是见不到啦，所以我说这个事让大家都看得很清楚，就说你到底现在这种僵局没有办法对话跟交流，到底问题出在哪里？那当然，民进党一定说对方就是不要9·2共识，他就不跟我见啊。那你这边互怪这种东西都没有用，国际社会不会去管你啦。他只管你们到底有没有见到面。对，这个就跟布林肯一样嘛。美国跟中国现在矛盾可多了，可是现在看起来6月18号好像是真的啊。就布林肯好像真的要去中国大陆了。那这个并不表示中国跟大陆跟美国没有矛盾啊。他们矛盾还是一大堆啊，可是人家还是成啊，是，就他一定是想尽了，不然康达、东亚驻青怎么能够先去呢？财政部副部长怎么能先去呢？我相信美国一定有付出很大的努力了，说我布林肯真的要去啊，那也开始，昨天就传出一个新闻啊，说美国高通
将恢复给这个华为卖5G 的晶片。昨天这个新闻就出来了。我认为美国一定是在做很多的这个调整为了要让布林肯能够去大陆。所以我说你台湾，请问民进党你做过什么努力？你告诉我好不好？你除了只有一句话说我们不接受9·2共识，那其他通通都可以见面，你就只有这句话而已吧？请问其他你有努力过什么？所以是不是也代表美国觉得民进党这样的做法是不行的？当然是啊，孙小雅才要赶快来呼吁。我跟你讲，他说鼓励3个候选人都能够促成两岸对话与交流。事实上就是在讲现况，就是没有办法对话与交流嘛。对，所以都已读不回嘛，那造成两岸就是有很多莫名其妙的尴尬。比如说农渔产品不能够那个出口到大陆，就僵住要夏立言去帮你解。是啊，是国民党副主席夏立言去见到国台办主任宋涛，又见到王沪宁，才解开的。未必能解。所以陆委会到底在干嘛？我已经部分解了啦，有部分项目解了。可是我的意思说，那你陆委会还机会？你说你没有办法对话交流，没有办法解，那就是不能嘛，就不行嘛，就是这样嘛。形同虚设了。赖老师，民进党现在可以抓住机会做一些好事啊，因为孙小雅已经喊话了。孙小雅她这次接受这样的一个访问，公开的啊，对大家这样的一个说，其实是有时间性的安排哦。因为我们都知道，在这个礼拜海峡论坛马上要开始了。那海峡论坛要开始的时候，现在国民党也要组团去参加了。对，而且大陆也邀请了台湾很多各界都去参加。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时机。孙小雅为什么要在海峡论坛召开前，她接受这样一个访问，公开的喊话，说这个两岸之间应该要对话。其实她就是在告诉民进党当局，不要再阻止对话了。对，所以我觉得，如果民进党当局，尤其是蔡英文以及赖清德，如果你们在对于台湾组团参加海峡论坛的这一些人士进行攻击、侮辱、抹黑、打压、迫害的话，你等于是对不起你的美国的领导者。因为美国的领导者赖清德说，绝对不能够怀疑，也不能够这个有任何意见，你只能够乖乖的遵守。那现在孙小雅已经公开的告诉你说，我就是鼓励你们两岸之间想办法讲话。对，那现在刚好有一个海峡论坛，那你难道赖清德你要公然违反孙小雅的意见吗？那你公然违反孙小雅意见，你就公然违反你自己的意见哦，因为你自己说不能怀疑美国人哦，而美国人在台湾的代表已经告诉你要沟通、要来往、要多交流。那你还可以有话说吗？更何况，当美国一直努力想要跟中国大陆有接触，而苏立文说，我们可不可以不设前提？但是大陆讲得很明白，说第一个纽扣要先扣好。那也就是说，台湾的问题要先处理好。台湾的问题处理好，那两岸中美的关系就能够比较平顺的往下走。那现在的情况，孙小雅喊话了，不是就是要第一个纽扣要处理好吗？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的时候，民进党当局难道不赶快改弦更张吗？就是回到马英九跟习近平在新加坡所谈的9·2共识嘛，你赶快抢地盘，赶快蔡英文、赖清德，你赶快说，我就是要恢复9·2共识。你看这个侯友宜怎么办？你看柯文哲怎么办？你先喊吧，先喊先赢。所以我觉得赖清德这个时候你赶快出来说，马英九的9·2共识我们要持续下去。我当选以后，我就一定坚持走下去。那这样的话，你侯友宜就麻烦了。我刚刚才听郑亮讲说，原来两岸关系就是哪一岸？两边侯友宜两边关系。或者说西边东边西边东边关系，这个我匪夷所思哈。这个两岸变成东边西边，两岸变两边两岸变两边，然后太阳从东边起来，西边下这样子这个是，所以我才会主张说，赖清德赶快抓好时间，主张9·2共识，两岸的政策你就掌握极限了。这个时候，这个柯文哲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侯友宜更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最后，我觉得要谈一下，有关于中国大陆在巴士海峡跟宫古海峡。您看到您刚刚给我们介绍的那个图，其实这个地图里面它展现出来的是中国大陆目前来讲在巴士海峡
跟宫古海峡的掌控具有明显的优势。我强调的是，不只是对台湾哦，它的具有的明显的绝对的优势，其实是对美军跟对日本，尤其是对日本在北边的宫古海峡。也就是为什么日本跟美国还有跟民进党的当局在挑弄台湾问题的时候，让解放军有正当性在这个宫古海峡跟巴士海峡中取得掌控的绝对优势的权利。我觉得目前来讲，日本跟美国一定懊恼到不得了。那民进党其实你搞到目前为止都搞不清楚状况。好，来问岳老师。这个我不晓得大家是怎么看这个蔡英文绕军绕到一半，侵犯了主权，这个电话讲得这么清楚，这个无法掩饰啊。这个军备上的问题已经非常非常明显了。这个问题的话，你看蔡英文啊，蔡英文是不受影响，受到惊吓啊，自己都发觉说是这个打这个电话当中的话呢，两边什么叫线路不同啊？因为我们听得非常清楚啊，就是台湾本身照理说国防部长跟空军司令都应该下台的，他们怎么有脸让这个总统受到这种乱七八糟的这种惊吓，对不对？然后但是我想到里面主要原因就是他们都是外行了。那个国安单位的话呢，律师当这个搞国安啊，然后这个蔡英文现在这个做这个领导人啊，根本都没有做好准备，这是奇耻大辱，我都没有听过，我都无法形容了。那这里面的话呢，孙小雅这件事情，我告诉大家，我的想法就比较不一样哈。因为美国现在发觉，台湾这边呢，除了少数的我们这几个人的话呢，是承认九二共识以外，其他人都不敢讲，通通不敢讲。不敢讲的原因的话呢，出现这种观念，就是说呢，你要是美国push的越紧，现在大家都比赛贴美国贴得紧，就是赖清德还就说过说不准以美论嘛，不准以美论的感觉的话，现在全台湾，就是说因为我最近刚。我去了我们武汉大学，算是我们职业界的第一个学术访问了，稍微替他们学校做一下广告。大家很多人都在讲说，哎呦，这下子不得了！如果台湾所有的人，包含那个侯叉叉呀、柯叉叉都不敢提九二共识的话呢，那没选择了，那没选择了。大陆没有选择，美国更要想办法要消解这个危机啊！因为美国为什么要为了你台湾这边损失到他们几艘的航空母舰、几十艘战舰？为什么？我们有这个交情吗？我们有这个信誉吗？所以对于孙小雅来讲的话呢，目前为止的话，他要鼓励你们三党同时要沟通。现在的话呢，发觉已经太晚了，因为我发觉在台湾把不提九二共识已经变成一个意识形态，比以前的三民主义还要重要。对以前三民主义是什么东西都搞不清楚了，现在说九二共识大家就说不要提的话呢，弄到目前为止，大家不要忘了，明年的1月13号就要投票了，现在居然没有一个人要九二共识的话呢，这个结果。我跟你讲，我这是非常郑重的。我这次在大陆得这心得，我承诺很多人讲，我说对大陆来讲，大陆知道兵凶战危啊，大陆只有一个要求，拜托你们台湾人不要再讲我不是中国人这种话了，就这一句话。你只要有这个观念，其他的剩下的政治人物，他们如果说是感觉上只押宝押到美国，不押在中国，结果是美国现在只好派孙小雅把话说出来，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说美国爸爸打脸民进党说。愿与陆对话，而且美国非常支持。如果从民进党开始做起，这个九二共识就不会被妖魔化。一旦九二共识有希望、有前途的话呢，一切问题就顺理成章的解决。拜托，我这次在武汉的时候，亲眼看到周杰伦、林志玲的广告都出来了那这个不是得利者吗？对不对？所以大家现在要了解，就周杰伦跟林志玲也应该要赞成九二共识才对了。